夜深了，还未离开樊城的势力都在客栈内休息了。陈凡则是回到了无名山天坑内的1号洞穴内，如往常一样坐在城墙上的摇椅上，听着耳旁绝侯几人的兴奋声。少爷，绝侯有些兴奋地汇报道。第一天成果非常完美，20个樊玉1级信任势力的名额全部被抢完，总共卖出去了1509匹骷髅马和129匹鬼驼，马车买的较少，只卖出7辆，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赊账的，只有138匹骷髅马和49匹鬼驼和4辆马车是付的现款，这部分共进账刚好是50万枚鬼使者，剩下的再加上药王谷。公羊一族总共22个樊玉1级信任势力，全部将赊出去的鬼石送过来后，能再到账223万1500枚。绝侯仔细数了半天后，才有些声音不由发颤道：“能再到账200多万枚鬼石，这个数字已经吓到了他。他这辈子没想过会有朝一日看见鬼石能用100万级的数字来形容。”王奎也懵逼了，他今天累了一天，只知道生意爆火，但在看见具体数字时，他也懵了。他以前在丘贺王家干1年，赚120枚鬼石，这些鬼石相当于他在丘贺王家干18595年。狱主，这到底是怎么赚的？怎么比灭丹宗收益都要高得多？陈凡坐在摇椅上摇晃着，笑着没有讲话。第一日开门红，第二天天亮了，陈凡在营地内逛了一圈后，才来到2号洞穴内的载具工房，消耗了1万鬼石，将载具工房从4级升至5级。载具工房升至5级，请选择升级方向：1. 略微降低载具制造时间；2. 略微降低载具制造费用；3. 略微降低载具耗能。肯定选1，这个不用讲。而升至5级后，多出了一个新的可打造载具，也是载具工房第5个可以打造的载具。5. 巨龟大型载具，最多可乘坐数百人，移动缓慢，负重能力极强，打造所需1000枚鬼石。陈凡望向面前这个新打造出来的载具信息，思索着没有讲话。他没想明白这个载具能用来干什么。下一刻，他消耗了1000枚鬼石，打造了一台巨龟。这台载具和其他载具制造过程不一样。只见载具工房的出口突然打开，无数道光线从内部射出来，在洞穴外的空中缓缓构建出一个由白色线条组成的巨龟。当线条凝实时，一个浑身由骨架组成的巨龟缓缓组成，一个绝对的大家伙。他试了试爬行速度，爬起来的速度相当于正常马匹的速度，比骷髅马慢得多，但比人类走起来却又要快得多。陈凡有些迟疑地望向面前这个载具，这个载具的作用很明显，就是负重能力极强，可以一次性搬运大批货物。只是这玩意儿会有人买吗？就这速度也太慢了吧！先放市场上去，有没有人买再说。他还想将载具工房升至6级，但已经升不了了。升至6级需要消耗2万枚鬼石和亚骨、血魔骨等天才异宝中的其中一个，他暂时没有，不过不要紧，很快就有了。陈凡对自己的丝绸之路计划满意的笑了起来。这个计划不仅仅是赚取鬼石，像这些升级所需的天才地宝，靠自己一个坐落在江北的势力去找，那得找多久？但有这么多势力帮他一起找，那就不一样了，速度大幅提升。狱主，就在这时，今早没有第一时间去樊城，而是在仓库里清点货物的王奎气喘吁吁地冲出营地，一路小跑来到陈凡面前。仓库内鬼物骨头快用完了，所剩不多了，鬼骨用完了。陈凡微微一愣，他从来没想过这个材料，打造骷髅马需要100枚鬼石和少许鬼物骨头，但他很少在意后面那个要求，就像是打造一座鬼火需要3枚鬼石和1把枯草，没人会在乎那把枯草。雨季里，他获得了大量鬼物骨头，全存在仓库里，没想到有朝一日竟然会用完，他眉头微微皱起。你把营地内快用完的东西都列个清单给我，我拿去挂在樊玉芳室内求购。好。就在这时，魏魏从洞穴里探出脑袋了，仿佛听见了2人的对话，偏着脑袋思考了一会儿后，才走到陈凡脚边，不断用脑袋抵着陈凡大腿。什么意思？陈凡有些诧异。你是想说你知道哪里有大量鬼物骨头？走。他忍不住咧嘴笑了起来，翻身趴在魏魏后背，任凭魏魏带自己冲出峡谷。这家伙在山上埋了这么多好东西吗？等等，在冲出峡谷后，陈凡不由回头望向距离自己越来越远的无名山，茫然道：魏魏，你是不是跑错了？没上山，而是朝海边冲去了。他承认自己有点怕水，他不太会游泳，所以也很少来海边。魏魏驮着他一轮狂奔，很快便来到了海边，将他放下来后，开始用前爪狂挖。陈凡一个人拄着翡翠手杖站在海边，远眺天边，看不见尽头，也不知道另外一片陆地距离自己有多远。雨季结束后的大海风平浪静，风不大，浪也不大，看起来就很适合出行的样子。耐心的等待着魏魏挖洞，也不知道能挖出来个什么东西来吗？脚下不是沙滩，是戈壁滩，很硬，也就魏魏能挖得动了。反正他是挖不动。约莫一盏茶的功夫，魏魏从洞口里钻了出来，并满脸兴奋地邀请他下去。走。陈凡跟着魏魏也下洞，每次和魏魏挖洞，他就总有一种盗墓的感觉。这次盗洞没有很深，很快便抵达底部，底部豁然开朗，好像地底本身就有一个洞穴，周围没有发光物，只有顺着洞口的自然光照在底部，勉强能让他看清脚下是鬼物骨头，至于周围则是完全看不清，一片漆黑，不知洞穴有多大，也不知黑暗里有什么。魏魏，陈凡有些警惕地将翡翠手杖紧紧握在手里，并拍了拍身旁的魏魏，内心这才多了点安全感，眼睛从四周黑暗里扫过。带我上去吧，我不是很喜欢探险，这里看起来有点不对劲。下一刻，洞穴内突然被刺眼强光点亮，一道形成的光柱将陈凡和魏魏强行推出洞口，并准备冲向苍穹时，啪！魏魏抬手一巴掌将光柱拍了下来，使其在地面形成了一个大约1人大小的光幕，光幕上有字：
世人称我不灭天师，奉命镇守江北，不敌城破人亡落败，无数鬼潮涌进江北，生灵涂炭。本是江东人，无颜面对江东父老，自刎于江北，并留下一番传承。若后人有幸踏入此地，希望留下的东西能对你们有用。3日后，传承试炼开启，人人均可进入，主要传承为建筑师传承，其他方向也略微涉及一点，但不多。陈凡望向面前的突然变动，愣了一会儿后才反应过来，这里竟然就是丹宗玉简里记载的上古遗址，被他给遇到了，或者说被魏魏给挖出来了。此时洞口已被光照堵住，很明显无法再进入，只能3日后进入。只是他面色古怪地望向一旁的吞天鳄，原本这道光柱是应该直冲苍穹，光幕在空中绽开，将此处传承试炼开启的消息告诉所有人。结果光柱刚飞出洞口就被吞天鳄一巴掌给拍下来了，导致没有冲到天上，只有他一个人看见了这个光幕里的消息。就在他准备正说些什么的时候，只见趴在一旁的吞天鳄突然张开血盆大嘴，将这个在空中写满字的光幕一口给吞了下去。喂！陈凡有些懵逼的下意识吼了出来，只是已经晚了，这家伙还有些意犹未尽，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魏魏又爬到洞口，一爪子拍下去，给堵住洞口的那个光照一巴掌拍碎，才偏头望向他不断摇晃着尾巴，像是在他示意他可以下洞了。陈凡面无表情地望向眼前这一幕，有些不知道该说什么。良久后才翻身爬上魏魏后背，跟魏魏再次下洞。他算是知道那位为什么要随身携带2头吞天鳄，这家伙是不是对这种阵法之类的存在有破阵效果啊？一个筛选传承者的上古遗址，在魏魏2巴掌面前成为他的一人形了。这个上古遗址已经存在很久了，既然魏魏能找到，那魏魏的父母也没道理找不到。此时已经下洞，周围变得明亮起来，他一边小心翼翼地打量着四周，一边思考着这个问题：难道是那位看不上这个上古遗址？随后他看向洞穴内的4道光幕，第一个光幕上写着一行字：世人称我不灭天师，本次所留下的传承主要为建筑师传承，故考核主要内容也关于建筑师。第一关，哪种材料属于隐藏万能材料，可用于绝大部分建筑的升级和打造，书写在光幕上即可，输入正确可进入下一关，并获取奖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陈凡眼中闪过一丝茫然，第一关就上难度吗？这他还真不知道。看来上次永夜结束后，很多消息都断层了，只能将希望寄托于魏魏。或许是感觉了陈凡情绪的魏魏，此时显得极其臭屁，缓缓走到光幕面前，抬手就是一爪，砰！光幕碎裂。陈凡就这样走到了第2关，在第2关区域地面上摆放着40-50枚石头，每一枚石头都被光幕所包裹。他试了试，无法拾取。通过第1关就可以捡取1个石头，他不是正常通关的，所以也没有哪个石头褪去这个如保护库的光幕。不过，只见魏魏挨个给每个石头一巴掌，所有石头的保护壳全都碎裂，任君拾取。陈凡有些微微古怪，甚至还有些不好意思的拿起一枚石头查看其面板。人家上古强者临死前布下传承，想着培养下后人，他就这样开挂般闯进来，一个人拿走全部传承，是不是有点不好？魏魏这手段也太离谱了，这不是天生的上古遗址克星吗？4级鬼石，通体呈蓝色，如深海的那种蓝，偏黑，带着一种深邃感。仅这么一枚，就价值1000枚鬼石，这里加起来大概有45000枚鬼石左右，挺好。他咧嘴笑了起来，他就喜欢这种开挂的感觉。不得不承认，还得是前辈，有2个吞天鳄，那开起来肯定更爽。这批鬼石全被魏魏吞了进去，他拿不下，但魏魏的腹部空间很大，相当于一个随身携带的芥子石。第2关也有考核。第2关，3息内打造出一座鬼火，打造完成可进入下一关，并获取奖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这个他能做到，甚至能更快。但有魏魏在，他都不想浪费这3枚鬼石。啪！魏魏抬手再次一巴掌，光幕碎裂，地面上堆满了10几个已开包的白色异宝，和第1关一样被白光包裹着。魏魏也没多墨迹，挨个一巴掌，都是跟建筑师有关的，比如异宝名称白玉扳指，异宝品级白色，异宝效果建筑师佩戴该异宝，打造建筑时略微降低鬼石的消耗。陈凡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他脖子上现在挂着一个白玉无视牌，是个绿色品级的异宝，效果也是这个。这10几个开包的白色异宝基本都是这个效果，不过对他没有任何用。他带这个白玉无视牌，单纯是觉得品质还不错，当装饰品带的。他又不是建筑师，压根不符合使用条件，全收起来了。他不要，但是其他人会要，挑几件放拍卖会上去。随后他才望向下一关的要求。第3关，任意背出一个绿色及以上品级建筑的打造心法逻辑，并在光幕上手绘出蓝图，其他人不得背诵同一建筑，背诵完成可进入下一关，并获取奖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陈凡面无表情的沉默在原地，幸好他是以非常规手段进入这个上古遗址的，不然他一个东西都带不走。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问题？打造一个建筑还需要打造心法和逻辑吗？不是只需3步吗？第1步，打开永夜领主面板；第2步，准备足够鬼石和材料；第3步，点击确认建造，完成了。他长叹了一口气，退后一步，示意魏魏可以上场了。这个世界的建筑师好可怜啊，需要背这么多东西，这得多累啊！怪不得很少有建筑师自己担任势力之主呢，天天忙活着这些东西，哪有心思管理势力呢？啪！魏魏一爪下去，光幕碎裂，考核通过，成功进入第3关的奖励区域。地面上堆满了建筑蓝图，共12张，基本都是常见的，比如箭塔、城墙、风塔之类的，有2个绿色品级的比较少见，是他没有的。异宝名称防空炮塔，异宝品级绿色，异宝效果建筑蓝图，可打造对空敌人的炮塔，炮口对天，无法攻击地面敌人，有效攻击距离可突破营地高空范围限制。异宝名称是神炮，异宝品级绿色，异宝效果
建筑蓝图、城防建筑，总算是有个好东西了。陈凡望向手里这个2个建筑蓝图，神情满意的不断点头。防空炮塔不用多说，自从他灭了丹宗后，就一直在找类似建筑的蓝图。毕竟他能这样杀敌，说不定就有人能这样杀他，得做好准备，这样敌人来时才心不慌。至于那个是神炮，则是新的城防建筑，也不知威力比起箭塔来讲如何。1级绿色品级式神炮的威力和5级白色品级炮塔的威力比起来如何？当然，同为5级肯定就不用比了，那肯定是神炮强，毕竟高一个品级。不错，他对这关的收获便是满意，这才勉强配得上不灭天师的名号嘛，不然起这么大个派头，就留下这么一点东西，实在是有点不太匹配。第4关也就是最后一关的光幕上，同样有一行字：最后一关，现场打造一个任意建筑，直至打造出质变升级方向为止，仅1人可以进入此关。对于建筑师来讲，运气也很重要。这个还真是看运气。陈凡有点没脾气，这个就连他也没有什么办法，哪怕他拥有永夜领主面板，也是看运气才能打造出质变升级方向。不过比别人概率高了那么一点点，至少他能看见面板，在3个里面做出选择。别说这个传承的每一关还真挺难的。下一刻，魏巍再次上前一巴掌，光幕碎裂。这里也是洞穴的最深处了，摆放着一枚玉简以及一张黄色品级的建筑蓝图，还有一枚戒指，同样被白光笼罩。魏巍再次挨个一巴掌。这个传承比较简陋，或者说并不是那种早就谋划好的传承，而是江北城破人亡自刎前匆匆忙忙的给自己挖了一个简易墓穴，确保自己尸首不被鬼物吞噬的同时，也能留下点东西。他先将玉简拿在手里。老实讲，这个传承里他最好奇的其实是这个传承方式，比如在光幕上设定好条件，当闯关者完成条件后，光幕会自动判定成功并识别，然后进行对应举动。整个逻辑本质上其实有点像电脑。如果他可以搞到这个的话，内凡玉方式的记账就会方便很多，包括势力日后大起来，各个部门的联动也会方便快捷很多，调动起来会更加得心应手。玉简是个信息玉简，他已经很熟悉了，一种比竹简更高级的记载信息的方式，能储存较长时间，且信息不会伴随着时光飞逝而丢失。将玉简握在手中，他脑海里顿时浮现出一则画面，这是一个记录了画面的玉简，具有留影留声功能，要比寻常玉简更加高级。那是陈凡望向脑海里浮现的画面，微微一愣，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让他不由自主下意识产生一种快点躲起来的想法。整个江北170公里，沿海线一度如长龙般蜿蜒的城墙，将整个江北和深海分割2开，宛如一条分割线一般。他从高空视角俯瞰着下方的这个战场，城墙表面以艺伎的符文矩阵被点亮，在永夜中散发着刺眼的光芒，看起来就像是一条170公里长的燃烧着的纽带。都是4级城墙，足足15米高，看起来就像是根本无法被攻破的城墙。但远方海平面上一道不断升高蠕动的巨浪正在快速朝岸边拍来，直至重重拍在城墙上后才反应过来，那根本不是海浪，而是由数十万头鬼物形成的活体海啸。成千上万座炮塔开始轰鸣，整个江北都在震动。这场战争之大，足以记入史册。城墙上无数修行者在跑动，城墙后大量骷髅马疯狂地在荒原上来回穿梭，将一个个资源送入前线。一眼望去，像是无数只蚂蚁依靠城墙来对抗神明的惩罚。但此时已经是战争尾声了，这堵堪称天堑的城墙已经有不少地方被冲垮，越来越多的鬼巢冲入荒原，开始屠杀后方的后勤补给人员。这场战争应该是8000年前的，因为他看见了无名山，那个时候就有无名山了。那时候的无名山还没有垂坑，且海岸线看起来和如今没有太多变化。陈凡沉浸式感受着面前这个画面，沉默着没有讲话。他能依稀看见那4级城墙上的纹路并不是清一色的。如果这些城墙上都是清一色的鬼血纹路，在如此之多的鬼巢攻击下，能吸取大量的鬼血来让城墙变得更硬，从而以战养战。170公里清一色纹路，没有哪个建筑师能做到的。天下阁做不到，不灭天师做不到，哪怕更强的建筑师都做不到，除非不惜代价将纹路错误的城墙拆掉重建，一直重复，消耗大量资源打造一条清一色鬼血纹路的4级城墙。但这显然不可能，有这资源都足够打造一条170公里的5级城墙了。但别人做不到，他能做到。而且这些人怎么没有铜管？每个炮塔竟然都需要专人守着，不断填充鬼石。铜管明明只是一个白色品级的建筑蓝图，以前竟然没有铜管，就意味着没办法将城墙和祭坛相连，城墙没办法自我恢复，难以自我恢复的城墙，哪怕再硬，也会有被磨倒的一天。如果这批资源交给他，由他亲自来打造江北防线，根本不可能被这些鬼巢攻破，来多少都是送，输得太可惜了。他看得出来，这场战役投入了大量资源和人力，但终究还是没将鬼巢拦在江北防线。如果让他来的话，会是另一个结果。画面渐渐碎裂，陈凡也收回思绪，望向脑海里的永夜领主面板，突然对4年后的一战有了底气。原来是未知的恐惧，不知海底鬼巢到底有多强。现在他有数了，只要他的江北防线建成，没有鬼物能冲过他的防线，来多少都是死。玉简里还有其他信息，你可能听过我不灭天师的名号，除了失守江北这件事，我的人生有不少功绩。我这人生最大的2个遗憾，其一是没有守住江北，其二就是临死都没参悟明白那张黄色品级的建筑蓝图。它是我见过最复杂的建筑蓝图，我可以自豪地说一句，我曾经亲自打造过一座蓝色品级的建筑，黄色品级之上是蓝色，要比黄色高一个品级。虽然只成功了寥寥数次，失败的次数更多，但也正是因为这个蓝色品级的建筑，我有了天师的名号。我打造过不少黄色品级的建筑，其中较为简单的有载具工坊，较为复杂的有肇星台，唯独临死前一直放在身上的这张黄色品级的建筑蓝图，我始终参悟不透。你能走到这里，
说明你对建筑师的造诣不弱。如果有朝一日你参悟了我留下的这张建筑蓝图，也算了却我人生一桩憾事。陈凡面色微微古怪地望向手里这张黄色品级的建筑蓝图，薄如蝉翼的纸张上面绘画着一个看起来确实较为复杂的建筑，至少比箭塔城墙这种复杂许多倍，看起来确实难以参悟。但还好他不是建筑师，面板上写的明明白白，一眼便知。只是陈凡有些微微遗憾，如果能将那个蓝色品级的建筑蓝图也随身携带就好了，让他也参悟参悟。营地至今只有一座黄色品级的建筑，就是载具工房，他还没见过蓝色品级的建筑有什么效果呢，让他也开开眼。樊玉如今看起来有些规模，但底蕴还是有些不足，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营地内的主要建筑依旧是以白色品级的建筑为主，绿色建筑都少见。绿色建筑只有一个仓库，黄色建筑只有一个载具工房。建筑的等级固然重要，但品级也尤为重要。以仓库举例，无论是芥子式的效果还是储存天材地宝的效果，这是木屋哪怕等级升再高都无法做到的。但高品质的建筑蓝图又岂是那么好获得的？也是来到这里才获得了防空炮和式神炮这两个绿色品级的建筑蓝图。营地内目前还储备港口的建筑蓝图，只不过这个一直没用到而已。其实还有一个黄色品级的建筑观星台，效果是可观测一大片区域的鬼巢动向，不过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讲算是奇观。手里这张黄色品级的建筑蓝图是樊玉的第二张真正意义上的黄色品级的建筑蓝图。一宝名称通天柱，一宝品级黄色，一宝效果。建筑蓝图打造完成后，可拥有一根通天柱，就是一根柱子，比较高，数百米高。只不过图纸上的阵纹之类的画的比较复杂，看起来确实不太能看明白，具体效果没细说，得打造完成后才知晓。试试。陈凡扫了眼四周，将玉简和储物戒指都收入怀中，并捏碎手里的这张建筑蓝图，快速翻身爬上魏魏的后背，返回无名山。这个东西如果成了的话，是很强的。很快，陈凡来到无名山的山顶，也就是魏魏老巢旁边，深吸了一口气后，5000枚鬼石随之碎裂，紧接着面前快速浮现出一个由白色线条组成的通天柱，伴随着快速凝实，一根巨粗无比的柱子矗立在悬崖旁边，悬崖下就是天坑营地。他抬头望向面前这根逼入云端的柱子，数百米，外表很怪，并非笔直光滑，而是呈现一种近乎悲怆挣扎向上的扭曲姿态，宛如荒野上的野草般，非石非金，材质极其粗糙，不是圆柱，横截面是正方形，顶部和底部一样宽，10米宽，表面雕刻着个是他看不懂的符文和纹路。柱子底部有个小门，推门而入能来到柱子的内部，内部是空心的，底部有一个石板，旁边还有一个预制按钮，按下按钮后，石板会宛如电梯般将它送到柱子顶端。陈凡独自一人走进通天柱内部，站在石板上，按下旁边的预制按钮，脚下石板缓缓上升，很快便将他送至通天柱顶端。他出现在了一个长宽均10米却悬于100米高空的顶端平台，眼前画面极具冲击力。他妈的！耳边风声呼啸而过，陈凡下意识紧紧趴在平台地面上，小心翼翼地朝平台边缘处挪去，朝下方望去，目之所及，江北荒原像一张无边无际皱褶横生的死皮。他看见了樊城，小小一个，矗立在荒原上，隐约还能看到不少骷髅马和行人在樊城内来回穿梭，好像有人抬头望他。理性告诉他这里绝对安全，但身体的本能还是让他有些双腿发软。这他妈也太高了！陈凡发现自己好像有点恐高，他现在脑海里就只有一个问题：万一自己掉下去了，翡翠手杖能不能护住他性命？能不能让他活下去？他是一个喜欢做实验的人，有想法就要试一试，但此时他不打算做这个实验，没人做实验拿自己做的，至少得找个小白鼠吧。呼，他深吸了一口气，才趴在平台边缘处，望向通天柱的面板。面板很简单，可在雨季吸引闪电，并将能量聚集起来，需要时爆发出去以御敌或作他用。攻击范围可超过营地范围，升至下1级所需1万枚鬼石，目前储存进度0%。这玩意儿就是个避雷针，但比避雷针强点，可以引来闪电，并储蓄起来。来得晚了点，如果雨季前来就好了。不过这里倒是一个不错的观测点，一览无余。不考虑高度的话，视野挺不错的。他没在久留，顺着通天柱内部快速离开，没再升级这个建筑。这个建筑短时间内用不到，得等明年的雨季。不过要是能连续储存4个雨季闪电的通天柱，那等4年之后的大战或许有奇效。回到地面上，重新感受到安稳的陈凡，抬头望向面前这根通天柱，咂舌道：为什么非是4年呢？他已经为樊玉制定了一系列的4年发展计划，争取在4年内把各项指标都完成，统称4年计划。就在这时，他怀里的传音符微微发烫，拿起来后里面传来周末的急促声音：狱主，有人在樊城闹事，被我们拿下了，等你前来定夺如何处置。陈凡眉头微微皱起，趴在魏魏后背快速抵达山脚，并传音少秋，让少秋跟上他，然后才坐在95龙辇上朝樊城疾驰而去。随便拉了一个樊玉成员当车夫，这95龙辇驾驶起来还是没什么难度的。其实他也可以驾驶，但多少有点不雅。很快95龙辇驶进樊城，樊玉方氏街道依旧热闹，但有不少人聚在一起凑热闹，还时不时能听见一些求饶声。陈凡从龙辇下来，望向旁边聚在一起来自各个势力的商会，在看见陈凡的一瞬间，周围吃瓜群众瞬间散开，7、8个男人被樊玉成员捆住按在身下。正处理此事的周末见陈凡到来，急忙上前小声汇报道：
这帮人身上没有身份标识，今早入城，其中有个建筑师。进城后，这个建筑师就在方室尽头角落开始打造鬼火、箭塔等建筑。不过在即将成型的一瞬间，突然散了。我率领战阁的人及时出现，并拿下这伙人。言简意赅，陈凡拄着翡翠手杖站在街道上，望向被按下身下的这几个未知来客。很久以前，他获得了一件异宝永业地器，效果也很简单。安置后，领主将对营地范围内的土地拥有绝对所属权，未经允许，他人无法在营地范围内打造或安置任何建筑。这里是他的营地范围，想在他的营地范围打造和安置建筑，自然是不会成型。他望向周围城墙，此时雨季已过，不会有鬼物冲击城池，所以他没有在城墙上安置太多炮塔，也就安置了20座4级炮塔，属于做样子的威慑。陈狱主，误会，都是误会。其中一个被压在身下的男人艰难抬头望向陈凡，颤声道：我们是来繁育行商的，想展示下我们势力的建筑师实力。其他势力如果有建筑需求，可以找我们，不是来闹事的，都是误会，误会。陈凡闻言忍不住笑了起来，这个理由其实说得过去，但仔细一想就不对了。你打造一座箭塔想展示下自己实力，还勉强能算说得过去，但打造鬼火那可就不仅仅只是展示实力的问题了，那是准备用鬼火启动箭塔了。不出意外的话，这帮人是准备制造混乱，然后还有另外一批人准备趁混乱做些什么。他看了眼四周其他势力的商会，那批人说不定此时就在这里看着呢。瘸猴少爷，我在。身为行阁阁主，你其中一个职责就是负责审讯这几人，带回营地，撬开他们的嘴，问清楚背后的势力以及来此想做些什么。明白。瘸猴面色严肃的点头应下，并带着自己的人将这几人束缚起来，押上马车，朝无名山营地内驶去。一点小插曲。陈凡望向周围一众吃瓜群众，脸上写满了温和，笑着道：没什么事儿，都散了吧。随后他才进一旁的屋内，站在屋内的陈凡看了眼在屋内奔波的一众繁育成员，从怀里掏出传音符，轻声道：瘸猴，人别带回营地，带到无名山后山去。随后才望向身后角落的阴影里，少秋，你跟上去看看。是。一道微不可察的声音响起，屋内角落阴影不经意的扭动了一下，再无变化，有点意思。做完这一切后，陈凡才坐在屋内椅子上，给自己倒了杯凉茶，一口饮尽，眼睛微微眯起。樊玉如此出头，肯定会引来觊觎，只是他没想到来得这么快。江北方市角落里，吃瓜群众中，两个男人在看完全程后，才彼此对视一眼。混在人群里，一道信息通过意念传至远处，予以上钩。另外一边，坐在马车上，正压着闹事几人准备回营地的瘸猴，在刚离开樊城不久后，便收到了少爷的命令。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还是听令没有进入峡谷，反而是顺着一旁的山路朝无名山后山驶去。只是刚到后山，瘸猴耳边突然传来一道声音：瘸阁主。只见少秋不知何时出现在一旁树上，正坐在树杈上望向他。狱主有令，这批人不对劲，让我盯着他们，你最好也躲远一点，免得被误伤。瘸猴望向坐在树上的少秋，眉头紧皱，沙哑道：令牌呢？少秋晃了晃手中的暗格阁主令，瘸猴同样掏出自己的阁主令，感受到表面传来一阵温润感后，才放下警惕之心，带着自己的手下快速撤到马车四周。坐在树杈上的少秋望向下方停靠在山林里的马车，有些兴奋地呢喃着：千万别让我失望啊！他迫切地想让暗格有一次行动，只有实战才是最好的历练。其实他也不知道这几人会有什么异常，但狱主既然让他盯着这批人，说明这几人肯定有异常情况。就在这时，坐在树梢上的少秋突然眉头忽皱，望向不远处。很快，只见易其月双手背负在身后，脚下踩着青光，缩不成寸，快速来到马车前，旁边还盘旋着一柄袖珍清风，时不时发出嗡鸣声。你来了。少秋望向来人，把玩着手里的匕首，眼里闪过一丝冷冽，笑着道：其实你不用来，这里有我就够了，我控得住场。齐月双手背负在身后，站在丛林间，视线从少秋身上收回，落在那辆孤零零的马车上，平静道：狱主换我来。说马车上里的人不对劲儿，可能需要我出手。倒是你，修为比上次高了不少，提升很快。嘿，坐在树杈上的少秋晃动着双腿，偏头笑着。以前我的一魄被那女人所拿捏，储存在魂牌里，如今狱主已经归还了我这一魄，实力和修为自已恢复。你不会真以为我是无名之辈吧？我巅峰战绩可是刺杀过11级武王的。齐月眼神微动，他听说过魂牌。正当齐月准备说些什么的时候，马车突然停了，里面的人不再挣扎，站在原地的齐月瞳孔微缩，盘旋在身旁的袖珍清风突然激射而出，直指马车。被3匹骷髅马所牵引的马车瞬间碎裂，连同那3匹骷髅马也化作骨渣。马车里的几人落在地面上，只是此时已经晕厥过去，皮肤表面不知何时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纹路，看起来极其瘆人。一旁的少秋注意到这几人身上的纹路后，面色瞬变，身子迅速后撤，眨眼便消失原地。与此同时，留下一道急促声：撤！这是9天神魔纹。齐月几乎是在少秋声音响起的一瞬间，便瞬间后退，消失在丛林间。下一刻，轰！这几个身上布满纹路的男人身子瞬间炸开，漫天血雾笼罩了整片丛林，声音之大几乎响彻无名山，就连地面都在隐隐颤抖。当几人再次返回原地时，已不见马车，也不见那几人，只有出现在地面上的一个深坑。狱主少秋有些面色阴沉道：那几人自爆了，是9天神魔纹，这是一种上古时期留下的极其歹毒的纹路。狱主，你那边可能有危险，你注意安全，我马上到。说罢，少秋身子化作一团灰雾，在丛林间不断起落，快速朝山下赶去。齐月
月同样紧跟在少秋身后，不过很快，少秋和齐月同时收到消息，调转身子朝峡谷入口处赶去。对方的目标并不是樊玉，狱主传信有敌人潜入峡谷，绞肉机未开启，尽量活捉。坐镇在樊城的陈凡听着樊玉方向传来的爆炸声和不影阵闪过的画面，面色平静。樊玉如今风头正盛，有人眼红很正常，他要做的事就斩断一切向他伸手的人，并顺藤摸瓜。樊玉峡谷留守在营地的樊玉成员已经全部收到消息，回到洞穴内躲了起来。城墙彻底封住洞穴，整个峡谷内再无一人，极其安静。峡谷入口处，一批死士已悄无声息地潜入峡谷。为首男子看了眼峡谷岩壁两侧，轻松了一口气。峡谷绞肉机并未启动，这意味着樊玉鬼火已被炸毁，并未继续深入，而是身子和岩壁紧紧贴紧，如变色龙一般，近乎贴合在岩壁上。陈凡此时还在樊城，如今的樊玉所有城防建筑均已失效，他们要做的是躲在这里。当陈凡收到消息，匆匆忙忙赶回樊玉时，这条峡谷便是陈凡的葬身之地。一个建筑师，哪怕有灵宝护身，也难以在数十个刺客的舍命一击下存活。这是他们为陈凡布下的杀局。数十个身穿褐衣的死士，此时宛如死尸一般，一动不动贴在岩壁高处10数米的位置。此地是峡谷中心位置，距离峡谷入口500米处，一个足够令人放松警惕的位置。很快，男人意念里收到信息，鱼儿已出城，朝樊玉驶去。来了！就在这时，一辆被9匹烈焰龙马所牵引的95龙辇快速驶入峡谷，刺杀。在95龙辇驶入提前计算好的指定地点时爆发了，两侧岩壁几乎同时响起数声击阔紧绷到几次的迸射。金刚飞索深深潜入马车前后方不远处的地面与岩壁，瞬间在峡谷通道内构成了数道交错。低矮的钢铁半阵，马匹的嘶鸣声响彻在峡谷。这些钢索并没有切断烈焰龙马的双腿，9匹烈焰龙马以不可阻挡之势，快速撞断一道道钢索。他们来之前自然知道95龙辇的手段，但仅仅只是阻挡一瞬，已然足够。几乎同时，另一批刺客从极其诡异的角度，向坐在车前的马夫射出一轮短粗淬毒的破甲弩箭，马夫必死。真正的杀手锏紧随而至，弩箭尚未命中，紧贴岩壁上的一众死士从岩壁上猛然弹起，以比自由落体更快的速度顺着车窗冲进车厢里，化作一道道模糊残影。整个刺杀过程，从第一根绊索弹出到死士冲入车厢，拢共不过一息。原本空旷的峡谷瞬间被飞索、淬毒弩箭以及从天而降的死士布满，杀机尽显。然而，当淬毒弩箭精准命中车夫时，并未见血雾爆出，反而听见传来金属碰撞声。摘下斗篷，担任车夫的赫然是齐月，面色冷峻的剑指伸出，剑光涌荡在身边。数个尚未冲进车厢的死士身上溅起血花，重重跌落在地面。他转头揭开车帘，望向车厢内部，狱主可还好？还行。车厢内极其空旷，陈凡坐在椅子上，将翡翠手杖抱在怀里，慢悠悠地品着茶，而身旁则是摆放着4座3级箭塔和1座鬼火。闯入车厢内的一众死士，此时已经东倒西歪地躺在血泊中。95龙辇在不开启天地棋盘状态时无法对外攻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可以在车厢内部打造箭塔。趴在岩壁上的为首男子望向95龙辇上的突然暴起的马夫和在无声音传出的95龙辇，心里咯噔一下。他知道这次任务失败了，情报有误，没人告诉他。陈凡的马夫是9级修行者，此时看已经没他出手的机会了。他一动不动地趴在岩壁上，准备等95龙辇等人离开，然后他再撤离。就在这时，耳边突然响起一道声音：龙辇驶入峡谷前，你呼吸乱了。为首男人面色瞬间大变，脑海直接陷入空白。他感受到了脖颈上传来的冰凉，他以任何角度逃窜，那抹冰凉都会直接划破他的脖颈。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呼吸频率，艰难抬头望向自己头顶，只见在他上方的岩壁处，一个年轻男人正吊挂在他的正上空，脑袋和他只有1掌距离，手里的匕首精准地放在他脖颈上。你什么时候出现在这里的？男人知道自己已经必死无疑了，此时只是满脸不甘和绝望地望向对方。在你呼吸乱了的时候，我就找到你了。少秋笑着将一粒药丸递给男人，吞下它，说出我想知道的信息，等会儿给你个痛快。都是同行，你应该知道我们的手段。男人没多说什么，只是认命般地吞下少秋递下来的药丸，然后才从岩壁落下，落在峡谷底部，站在原地低头望向地。干这一行，一旦被发现，就是死期。他没想着能活下去，但正如那个男人说的一样，可以有个痛快，都在这里了。陈凡从95龙辇上拄着翡翠手杖缓缓走下来，望向地面上躺在血泊的一行人，以及站在前方的褐衣男人。少秋上前汇报道：再无其他隐匿的刺客。陈凡望向站在少秋身旁身穿褐衣的男人，轻声道：接下来我问你的事情，已经在车厢里问过你的同伙，有一件对不上的，我就不会再询问你，会有他人亲自招待你。你们来自哪个势力？大本营在哪？谁策划了这场刺杀行动？目标是什么？褐衣男人没有丝毫犹豫的就开口，他已认命，不求别的，只求死前能少遭点罪。我们来自风雨楼，一个纯粹的刺客势力，平日的主要盈利来源就是接取其他势力发布的任务悬赏。策划本次刺杀行动的是风雨楼少主，我负责带队执行。刺杀目标是你，刺杀后具体为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据我所知，这次不是悬赏任务，是风雨楼楼主的命令。下一刻，男人嘴角突然吐出一口黑血，胸口上浮现出一道道黑线，快速向四周蔓延。紧接着还想再说些什么，但身
身子已经彻底僵硬，重重向后倒去，数息后便化作一滩散发着腥臭味污血。周遭其他尚未死亡的刺客同样暴毙，化作污血。狱主，交给我吧，我来处理这件事情。暗格需要一次见血的行动，才能彻底成长起来。天天待在运灵阁里修行，哪怕修炼速度再快，没有实战经验也枉然。下一刻，什么？耳边突然响起一道难以置信的高吼声。只见往日一直表情平淡的齐月，眼里满是震惊，很快才反应过来的低头呢喃道：“这就对了，这就对了，我就说周末怎么修炼速度那么快。”此时少秋也后知后觉，自己好像说漏嘴了，满脸愧疚和恼怒的单膝跪地，请狱主责罚。哎，陈凡轻叹了一口气，摆了摆手。没事儿，齐月也不是外人，这件事我本来打算当做一个惊喜告诉他的。你看你坏了我事儿不是？这件事就交给你们暗阁去办了。即刻启程，先拔掉风雨楼安置在其他城池里的店铺，看看对方会作何反应，尽可能找到对方海岛所在之地。明白？少秋重重点头，随后才后退几步，快速消失在阴影里。齐月，上车跟我来，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凡玉营地主洞穴内，陈凡带着齐月走进运灵阁。齐月看见运灵阁的一瞬间，更是呼吸不由自主的急促起来。运灵阁，他只在传说里听闻过，据说是比练功房更高级的存在。很快，陈凡带着齐月来到运灵阁深处，站在一处墙壁前，望向用麻绳挂在空中的一片竹简。竹简表面用凌乱剑气雕琢着日记二字，初次望去平平无奇，但再次望去便能感受到字迹中蕴含着的凌厉剑气。轻声道：“我知道你有必须要杀的人，我不会拦你。这1月以来，你每日都在加练周末他们进步很快。你是修剑的，这是我给你的礼物，你不用，别他妈用手碰。”然而话慢了，齐月在看见这枚竹简，整个人瞬间陷入恍惚状态，仿佛被蛊惑了一般，不由自主的伸手碰向玉简。下一刻，齐月整个人身子重重朝后飞去，眨眼便飞出运灵阁，留下漫天血雾和残肢碎肉，消失不见，直直落到祭坛里。陈凡面无表情地望向运灵阁地板上留下一道长长的血痕，大步朝运灵阁外走去。不能死了吧？哥们真敢拿手碰啊！他的翡翠手杖可让他拥有3级城墙的防御效果，他都没挡住这一击。你觉得自己身体比3级城墙还硬？祭坛内，齐月已经陷入昏厥，他捏起齐月的胳膊晃了晃，手感极好，骨头全部碎裂，皮肤也全部绽开，晃起来就像是无骨鸡爪一样。别晃，晃了！躺在祭坛内的齐月艰难睁开双眼，语气中流露着剧痛和无力，颤声道：“你运气是真好啊！”陈凡放下胳膊，望向齐月，不由感慨道：“你给老子的祭坛都染红了，不都说了别让你碰吗？你但凡落偏一点，没落在祭坛里，都来不及救你。我想加入凡玉。”此时齐月伤势在圣水的补给下正快速修复，修复的过程极其痛苦，这是极其彻底的粉碎性骨折，身体的每个骨头都裂成碎块，此时正在不断重组。陈凡挑眉，他一直想希望齐月加入凡玉，毕竟有这么一个高级修行者，做很多事都会很方便。但齐月一直有个心结没过去，他就没提这事儿，准备等齐月杀完人再邀请。没想到齐月竟然主动开口：“这个吧，我考虑考虑。那我还可以参悟。那枚竹片吗？凡玉成员无限参悟，外人只有1次参悟机会，你已经用完了。”此时齐月的伤势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艰难爬起身，跪在祭坛内，面色沙哑。狱主，我真心想加入凡狱，刚才我已隐隐参悟到了一点，我想突破武王斩断前半生，开启新的生活。快起来，快起来！陈凡急忙上前搀扶着齐月站起来，笑了起来。考虑好了，允你加入，先养伤吧，养好了慢慢参悟。100枚鬼石，200枚鬼石，300枚鬼石。陈凡站在运灵阁内，面无表情地望向面前这一幕。距离齐月加入凡狱过去1个时辰了，他很开心凡狱能招揽一个这样的高手，但这家伙是不是太费鬼石了一点？齐月的原话是：剑气在体内暴虐，四处冲撞时参悟最快。于是齐月化身自虐狂，躺在祭坛内，不断用手触碰竹片，然后筋骨寸断，血肉模糊的躺在祭坛里开始养伤。养伤完毕后继续触碰。他给齐月在运灵阁里打造了一个新的祭坛，再加上运灵阁对参悟有加持效果，参悟的速度更快。他不知道齐月参悟速度如何，但他知道很费鬼石。齐月是9级修行者，修复伤势本就比其他人消耗的圣水要多，尤其是这种夸张的伤势，也就齐月能这样参悟了。其他人敢这样参悟，当场暴毙，根本等不到疗伤的机会。不是，哥们，陈凡站在祭坛旁，面色感慨道：多大仇啊，值得你这么拼？你不痛吗？痛！再一次筋骨寸断落在祭坛内的齐月神情恍惚的呢喃道：但值得，这辈子从没有人帮过我，你是第一个帮过我的人。待这次事情结束，你的恩情我用1辈子还。再迎娶公羊月。别了，陈凡咂舌道：你慢慢参悟吧，我先出去了。别急，狱主，看看我这一招。齐月再次从祭坛里艰难爬出来，眼神里夹杂着兴奋和激动。我已参悟出了一式剑招武技，是我自创的。狱主你看看，这么快。凡狱天坑，齐月站在岩壁前，手里拎着一柄3尺清风，没有起手势，只是闭上眼，呼吸变得极轻且长，仿佛要将自己融入岩壁里。下一刻，清风刺出，毫无锋芒，更像是一支颤抖的笔。清风触岩，并无炸裂碎石，灵气收敛，发出一声极低的滋声，宛如热刀切入黄油。岩壁上一道约莫半寸深的光滑凹槽随之出现。站在旁边观望的陈凡隐约觉得齐月不像是江北老魔，更像是一个挥笔的书生。紧接着，齐月的手腕以肉眼难辨的频率高速震动，清风在岩壁上快速刺出，每一次都留下一枚极细极深的圆点。清风陡然由快转慢，似由千钧重，缓缓拖过岩壁。最后一剑，他悬腕良久，清风并未触及岩壁，只是凌空
虚华，然而却给岩壁上2个字留下最厚重的一笔。陈凡。陈凡面无表情地望向岩壁上齐月刻下的2个字，良久后才沙哑道：“老实讲，我不是很觉得在岩壁上刻下我的名字是件多么吉利的事情。你怎么不刻你自己的名字？”话虽如此，但他其实能清楚感受到这招剑势里的威力。这个岩壁的强度，他当时是用5级炮塔轰的，轰一会儿才能勉强轰出一个小坑。换句话说，这一招剑势已有5级炮塔的威力，着实不容小觑。齐月此时才睁眼望向面前岩壁上的这2字，整个人有些兴奋地低头望向手里的清风。这是我领悟的第1招剑势，威力比我以前练的5技都要大。玉主，你这个竹片是在哪获得的？一个修剑前辈留下的。好。齐月深吸了一口气后，才面色肃然道：“既然如此，那我这自创的第1式剑招便命名为日记。这个剑招就叫齐月剑法。齐月剑法第1式日记。”陈凡面无表情地沉默了许久后，才轻声道：“要不换个名字呢？这名字不好吗？前辈既然不惜剑气外放，也要在普通竹片上刻下日记2字，定有深意，肯定是有什么我没参悟到的。挺好，那你慢慢参悟吧。”他也懒得再说什么，径直朝峡谷外走去。他得去樊城再看看自己的生意怎么样了。对了，他突然止住脚步，转身望向齐月，等会儿去峡谷入口处抹去刻在山体上的樊门2字，你去更换成樊玉，写好看点，把你那个日记剑法用出来。随后才没再停留，大步走向95龙辇，离开营地。营地内，少秋将小秋打造的10几枚令牌全都塞在怀里，望向身后一众自己这些日培养出来的手下，翻身上马，大手一挥，这是暗格第1个任务，只许赢不许败。与此同时，陈凡回到樊玉方氏2侧街道的一座屋内，大步走到正记账的王奎面前，随意道：“找到合适记账人选没有？你总不能天天在这里记账吧？”坐在桌前的王奎迟疑了一会儿后才开口道：“我这几2天还真发现了一个合适人选，只是不是我们樊玉的人。”谁？公羊月，公羊一族的唯一女儿。陈凡面无表情道：“你疯了？你要不让公羊一族的家主来给我们记账呢？而且他全部心思都放在齐月身上，哪里有闲情雅致记账？那我再找找，不着急，慢慢找吧。”就在这时，瘸猴突然一瘸一跛的快速走来，弯腰在他耳边低声道：“少爷。”城门口突然多了个衣衫褴褛的老头，看起来像是炼气师，但也不入城，就站在城门口。此时已经引来不少人围观。他可有说自己是几级炼气师？没说，一言不发，但看那架势感觉低不了。走，随我亲自去看看。片刻后，陈凡几人走出樊城城门，望向站在城门口的这个脏兮兮老头，视线停留在那旗帜上，低声呢喃着：“气火不灭，寻良木而栖，一柄断锤，换一处屋檐，横劈，乱世卖命。”陈凡走至这个衣衫褴褛的老头面前，出声询问道。老头眼皮耷拉着，头也不抬的从怀里掏出一只叫花鸡，撕下鸡腿，满嘴流油的塞进嘴里，汁水糊满双手，丝毫不在意形象的冷斥道：“老夫的名字早就忘了，只知道世人给我取了个名号，叫什么江东卤煮。”下一刻，人群中突然爆发出阵阵惊呼声：“我天哪，竟然是江东卤煮！”据说他曾是来自关西平原的高级炼气师，后来扎根在江东，成立了属于自己的势力，锻造出来的灵宝各个精品。可不是呢，我没想到可以在这里见到江东卤煮。听说江东卤煮随便打造一个灵宝都能卖出高价。声音从人群中各个角落不断响起。站在原地衣衫褴褛的老头嗤笑道：“一些江湖俗名罢了，不值一提。”也没再说什么。就在这时，周末带人从城门内走出来，大步走至陈凡耳边，低声在陈凡耳边汇报了一个消息。陈凡面色渐渐古怪了起来，望向这个盘膝坐在地上的老头。听完周末汇报完的情报后，他突然发现自己有点低估这个世界的人了。所以你此趟来是想要加入樊玉？谈不上。老头摇了摇头，将嘴里鸡骨头丢了出去，躺在地面上慵懒道：“听闻樊玉最近风头正盛，过来看看陈玉主是何等人物。今日一见，确实不错。炼气师本就要给势力卖命，原先的势力因懒得经营就解散了。若陈玉主能出其买命钱，留下也不是不可。但陈玉主你只有一次出价的机会，价格不合适，我不会再听第2次价格。这样。”陈凡突然笑了起来：“你和我进屋，我私下给你一个你觉得无法拒绝的价格，如何？”也行。老头一个鲤鱼打挺从地上翻了起来，跟在陈凡身后走进樊城。樊城一间屋内，陈凡坐在椅子上，端着一杯热茶，望向站在屋内的邋遢老头，停顿了半晌后，才开口笑了起来：“不知前辈具体是几级炼气师呢？”9级，挺好。陈凡笑着点了点头，一个9级炼气师，完全符合樊玉的需求。那批地精终于有了一个可以打造他们的主人了。你刚才不是说我只有一次开价的机会吗？这次价格你不合适，当场就会扭头离开，对吧？现在我给你个价格，3息内跪下加入樊玉，否则你死。站在屋内的老头身上的破烂衣物正散发着臭味，闻言面色瞬间阴沉下来。陈玉主，你莫非觉得我江东卤煮的称号是捡来的？还是你觉得我一个9级炼气师如此好拿捏？你当真要和我鱼死网破？一陈凡，老头神情有些愤怒的一字一句道：“此事传出去之后，你让天下人如何看待樊玉？”2息，陈玉主，老头深吸了一口气后，面色认真道：“你当我今天没来过？”话音未落，陈凡便端起茶杯轻抿了一口，并随意摆了摆手。3息，站在身旁的周末面无表情的第一时间抽刀准备上前。扑通，老头在陈凡3息2字还未完全吐出时，便已经干脆利落的跪倒在原地，并面色恭敬的严肃道：“江东卤煮拜见陈玉主，以后还请多多关照。”陈凡望向跪在地上的老头笑了起来，随意道：“把人带进来吧。”下一刻，周末的手下押着10几个人进来。这10几个人衣物各不同，但如果刚才在城门口细心观察的话，便可以发现，这10几个人都是刚才起哄说江东卤煮有多牛逼的。师傅，师傅！10几个人望向跪在地上的老头，当即有些纷纷羞愧的低下头。
我们已经很小心了，但还是被发现了。废物！此时才反应过来的老头愤怒地望向这10几个人，我就说怎么出了差错，这点小事都能出错，一群废物！老子养你们这么久，不如养一群牲口。随后才望向陈凡，满脸尴尬的挠头讪笑道：“那啥，陈狱主，我们现在怎么搞？都下去吧。”陈凡摆了摆手。我和这位老先生单独聊一下。屋内仅剩陈凡和老头2人，此时老头也不装了，虽然脸上写满尴尬，但站得笔直，宛如一颗轻松裸露在外的肌肉线条，极具暴力美感。这是一个浑身肌肉疙瘩的老头，这回有名字了没？有了。老头有些尴尬道：“赵生平，说说吧，搞这么一出戏是为何？看得出来你一开始就是奔着樊玉来的，为何不直接开门见山？”那个老头挠了挠头，小声道：“正所谓酒香还怕巷子深嘛，我如果过来就说要加入樊玉，那不是显得我太廉价了？我想的整点逼格出来能要个好价格，你嘴里的逼格就是你这身行头，你平时也这么穿吗？”陈凡靠在椅背上，上下打量着老头的行头，平时不这么穿。老头坚定地摇了摇头。身为炼器师这么穿，抡锤子都费劲。我平时只有2个爱好，其中一个就是去茶楼听书。画本里那些隐士高人都是一副邋里邋遢、不拘小节的样子，我就寻思着给自己搞了一身这样的行头，看起来就像是隐士高人，然后还给你找了一群吹捧你的托。陈凡有点没忍住笑了起来，这都是谁教的呢？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剧本，但没用，说来听听。另外一个剧本是我来到樊城后，让我徒弟假扮其他势力的人，有好几个势力疯狂拉拢我，给出我很高的价格，让陈狱主你看见我很抢手。但想了想，还是没用这个剧本。为啥？听起来要更有意思。那个，我有点担心陈狱主你给那几个势力都灭了，我觉得你对樊玉可能有些误解，所以你一开始就是明确想加入樊玉的吧？说说想加入的理由。赵生平脸上的皱褶如海浪般抖动了几下后，才面色认真道：“樊玉崛起的速度足够快，是我所见过崛起最快的势力，我相信樊玉日后会大有所为。其二，我得知樊玉如今并无炼器师，我加入的足够早，又是9级炼器师，或许可以担任樊玉炼器的一把手。其三，陈狱主你的行事风格我很喜欢，一日杀丹宗少主，次日灭丹宗满门，我觉得跟着陈狱主你做事，日后会很痛快。你想要多少价？每月500枚鬼石工钱可好？”老头迟疑了一会儿后才犹豫道：“这么少？”陈凡眉头一挑，他是真有些诧异，一个9级炼器师可以开宗立派的存在，每个月就拿500枚鬼石工钱，这和白捡的有什么区别？陈凡起身将赵生平扶起，笑着道：“让瘸猴带你回换身衣服去，晚点等天黑了，我带你回樊玉。对了，你什么时候从关西平原来江东的？7年前吧。你原先在江东的势力不要了，经营不善倒闭了，挺好。”陈凡坐在空无一人的屋内，望向被瘸猴带走的赵生平，眼睛微微眯起。一个9级炼器师突然上门投靠，他自然是开心的，能解决他很多事情。不过为了保险起见，陈凡还是通过传音符让少秋打探了下他的底细。在确认赵生平背景干净后，他没再停留，回到营地洞穴内打造了一座炼器工坊，被他一口气升至3级。可在他将这座木屋升至4级时，面前弹出熟悉又不一样的面板。木屋升至4级，升为实屋，更加坚固，请选择升级方向。1. 生活工坊，可生产生活物品。2. 炼丹工坊，可通过炼制鬼材来炼制丹药，需炼丹师坐镇。3. 已质变天气阁，可通过锻造鬼材等来打造灵宝，需炼器师坐镇。普通，没有丝毫犹豫，他甚至都没仔细看第3个选项是不是炼器工坊的质变升级方向，就直接选了，并准备再次升级，尽可能多获取一个升级方向。不过升级失败，升至5级需消耗5000枚鬼石和海苔星号1，又是海苔。陈凡有些轻叹了口气，也罢，随后才仔细望向质变方向笑了起来。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质变升级方向，但他已经很满足了。他望向天气阁的面板，建筑名称：天气阁，建筑品级白色，建筑等级4级，建筑效果：1. 打造灵宝成品率提高；2. 有较低概率获取天地赐福，打造出来的灵宝会自动提升一个品级，升至5级需消耗5000枚鬼石和海苔星号1。不错，陈凡笑了起来。做完这一切后，又在旁边打造了4栋3级石屋后，才掏出传音符，带赵生平过来吧。狱主，此时赵生平已经褪去那身衣衫褴褛的乞丐服，换上一身麻衣，面色认真地望向陈凡，恭敬道：“这座天气阁以后就是你的了，此乃特殊建筑，可提高成品率，以及有较低概率使在这里面打造出来的灵宝，升一个品级。天气阁。”赵生平微微一愣，有生之年竟然还能再次待在天气阁里，这已经是白色建筑里最好的炼器建筑了，还有更好的？陈凡挑眉，绿色品级里我没听说过有炼器建筑，但有个黄色品级的炼器建筑叫万兵阁，效果非常强，你用过没有？我只是听说过。陈凡若有所思的轻点了下头。此时小秋捧着一堆衣服和令牌走了过来，介绍下，他从小秋怀里接过衣裳，开口道：“小秋，樊玉后勤阁的阁主，有什么生活后勤上的事都可以找他。等入夜后，樊玉的核心成员都会回营地，瘸猴到时候会带你认人。樊玉以前没有炼器师，今日成立气阁，你身后的这批徒弟跟你一起加入气阁，你是气阁第1任阁主。”陈凡从怀里掏出一枚象征着阁主身份的令牌，仓库里有一批地精，需要你将其打造成适合暗格的匕首和夜行衣，暂时按13套去打造。他话音未落，便突然感觉喉咙被一股气流所堵，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见站在天坑地面上身穿青袍双目紧闭的齐月，此时长袍无风自动，枪盘旋在其身边的袖珍清风，此时正在高频震动，发出嗡嗡的声音。下一刻，齐月灵气从体内猛地涌出，并在空中化作数十柄由灵气组成的剑气，紧接着这些剑气以极快速度刺向齐月，刺啦，隐约划
划破肉体的声音传来。万剑诛心正是如此，每道剑气都贯穿身体，每次贯穿都能带出一些黑色的雾气。虽不见血珠滴落，但通过齐月那狰狞扭曲的表情，能看得出来齐月此时在承受何等的痛苦。动静将洞穴内的陈凡等人都惊动，纷纷走了出来。这是万剑诛心淬体，此人在突破武王。赵生平第一时间判断眼前的状况，有些惊恐的慌乱道：“这是一种突破武王的特殊手段，危险系数极高，只有撑过万剑诛心淬体才能突破至武王。但那些剑气虽然不会造成皮外伤，在清理体内杂质的同时，会对精神带来巨大的痛苦，一般人根本承受不住，下场就是变成失心疯。”刺啦！只见一道剑气直直刺向齐月的后阴处，并从前阴贯体而出。众人见状都不由下意识打了个冷战，捂住自己裤裆。一炷香过后，没有任何停下的架势，剑气越来越多，一道道剑气不断依次从齐月体内贯穿而出。齐月的神情愈发狰狞，显然这种疼痛承受起来并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陈凡面无表情的沉默着，没有讲话。他如今能做的就是为齐月祈福。就在这时，他突然眉头紧皱，望向峡谷，只见一辆马车跌跌撞撞的沿着峡谷朝天坑驶来。马车表面已经坑坑洼洼，原本牵引着马车的3匹骷髅马，此时已经只剩1匹了。永夜已经降临，这辆马车是从樊城冲进永夜来到樊域的。哪怕2点之间路途并不算遥远，但毕竟是永夜，里面所充斥着的鬼物是未知且暴虐的。他没开火，只是默认这辆马车冲到天坑并缓缓停下，随后才望向坐在马车上的公羊一月，轻声道：“公羊长老，身为守夜人，不打任何招呼夜袭樊域，这并不是一个多么友好的事情。”是。公羊一月有些面色尴尬的无奈道：“陈狱主，这次突然闯入，公羊一族一定会献上赔罪礼。但齐月和我家小姐的事情你应该也知道。”他感应到齐月所承受的痛苦之后，就发了疯的要来樊狱。我不陪他来，他就要自己来，我实在放心不下。公羊月从马车上冲了下来，先是满脸歉意的给陈凡匆匆道了个歉后，才满眼心疼的站在一旁，望向被万箭穿心的齐月。这时，公羊一月望向被万箭淬体的齐月，突然眼中闪过一丝骇然。魔修的万箭诛心淬体，敢问狱主，已经持续多久了？一炷香，那就好。公羊一月松了口气，笑了出来。看来齐月已经顺利挺过去了。当顺利突破至武王，1个时辰过去了，陈凡等人已经全都入睡了。天坑内只站着齐月和公羊一族2人，其他人全都入睡，毕竟明天还要起来干活。又过了2个时辰，已到半夜，峡谷内极其安静，只有天坑还时不时传来刺辣的剑气贯穿的声音，而这声音终于缓缓慢了下来，周遭剑气也渐渐消失，脚边堆满黑色污水。全程紧闭双眼站在原地的齐月，眼睛缓缓睁开，刚睁眼便看见踮着脚尖站在他面前的公羊月，不由微微一愣，下意识偏头望向峡谷。他记得自己突破10天已经黑了，那个时候公羊月不在樊域，这是从哪冒出来的？老魔，你没事吧？公羊月不顾齐月此时身上满是汗水和污水，扑在齐月怀里，声音中夹杂着哭腔，颤声道：“你干嘛对自己那么狠啊？就一定要10成淬体突破武王吗？9成9不行吗？”呼，齐月长吐了一口气，他能感受到自己此时的身体极其清爽，他已完成10成淬体，这个在他以前看来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他没回话，只是轻抚着公羊的头顶，偏头望向站在城墙上的陈凡，单膝下跪，谢过狱主。齐月能有今日，全凭仰仗狱主赐下机缘，待我大仇已报，今后刀山火海，全凭狱主调遣。陈凡站在城墙上，望向下方这一幕，轻点了下头，没多说什么，将时间留给这2人，他要继续去睡了。片刻后，洗漱完毕后的齐月坐在屋内，感受着体内的力量，他已经突破武王，成为樊域第1个10级修行者，踏入10级将会有天翻覆地的变化。不过毕竟只是刚刚突破，修为不稳，明天需要加强训练，稳固修为。与此同时，江南水城内更夫的梆子声刚落，数道身影便如滴入大海的雨水，从巷子各个街道窜出，将一座当铺围了起来。待在阴影处的少秋望向这一幕，略微满意的点了点头。这个月没白白训练，这前行已经略有成效了。他们今夜的目标是面前这间当铺，是风雨楼在水城所安置的铺子。1、2号进。收到命令的2个暗格成员，其中一位贴着墙壁快速接近当铺，站在窗口，手腕轻抖，2枚薄玉片从窗户缝隙旋入，落地无声。在1楼柜台还在连夜合账的2人先是一怔，随后面色大变，但不给他们反应似箭，薄玉片已经炸开，化作一团白雾被吸入腹中，很快便昏迷倒地。谁？当铺楼上传来一道轻喝声，显然是听到楼下倒地的动静，声音里充斥着警惕，而后院马厩里原本的微动声也瞬间安静下来。然而已有2人翻身爬上2楼窗口，手里细如牛毛的淬毒雅针猛地隔窗射向室内。2楼内那个刚才开口的男人眉间中针缓缓倒下，后院马厩最为棘手，这里躲了6人，在听见1楼声响后，就瞬间从睡梦中苏醒并进入警戒状态。只是没等躲在马厩里的几人反应过来，一道道弧形影刃从阴影处弹出，眨眼间这6人连人都没看见，便已倒地。至此只用了7息时间，风雨楼的一个秘密据点便被彻底拔除。少秋走至一旁柜台，指着地上2个昏迷的男人说道：“给这2人喂解药，开始审讯。其余人搜寻有价值的东西。”半个时辰后，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已经被搜走。那2个昏厥过去的人，在被唤醒审讯完后，也已一剑封喉。临走前，少秋面色认真的在屋内石板上用死者的血画了一个极简的图案，一柄被阴影包裹的短刃，这是他为暗格设计的徽记。随后又从怀里掏出一枚他临走前让小秋打造的令牌放在一旁。
旁，这是他为暗格特地打造的暗格追杀令，他要让樊玉暗格之名人皆尽知。随后才望向手里的牛皮纸，低声呢喃着：“海苔，我记得狱主好像有说过需要海苔这个天才异宝。从情报里得知，风雨楼最近得到了一株天才地宝海苔，正在紧急运往大本营。这个消息无法汇报给狱主，但此时距离樊玉较远，已超过传音符的最大传讯距离。于是少秋决定，一行人先找个地方休息一晚，第2日再行动。时间流逝很快，5日过去了。此时距离樊玉拍卖会仅剩下1天时间，明天便是樊玉拍卖会举办的日子。待在樊城内的陈凡听着耳边王奎的汇报，陈凡伸了个懒腰，慵懒地躺在椅子上，听着耳边王奎的汇报。还没联系到少秋他们吗？没有，他们这些日子铺设出去的站点都是明站，站点飘荡着樊玉的旗帜。如果少秋看见了，肯定会通过站点里的人联系他们，但一直都没联系到。狱主王奎犹豫了一会儿后才迟疑掉，邱阁主他可能已经带人叛逃了。不会，陈凡对此倒是颇为自信，笑着道：“他的梦想只有我能帮他实现，也只有我能帮他走到最高。”就在这时，狱主传音符里突然传来小邱急促的声音：“赵阁主被魏魏一尾巴拍至半死了。”樊玉匆匆赶回来的陈凡望向躺在祭坛里半死不活的赵生平和一旁趴在地面上满脸歉意的魏魏，皱眉道：“什么情况？魏魏从来不伤人的，我也不知道。”一旁的小邱摇了摇头，我在里面正忙的呢。突然听见外面传来一声巨响，然后冲出去后就看见赵生平被魏魏一尾巴拍到昏厥。你来说。陈凡望向一旁赵生平的一个徒弟，回禀狱主。这个男人有些怯生生道：“师傅正在锻造夜行衣，突然发现樊玉里竟然还有吞天鳄这种异兽，当即兴奋起来。如果能在夜行衣的锻造过程中加入吞天鳄的一枚鳞甲，防御度会大幅提升。然后你师傅就拎着锤子上去了。”陈凡忍不住怒极反笑了起来：“没有。”男人急忙摇头。师傅询问了其他樊玉成员，得知这头异兽是樊玉的异兽后，就尝试跟他沟通，询问不能问他借几枚鳞甲，异兽都很通人性的。他答应了，我发誓，我看见他点头了。然后师傅就开开心心的拿出锥子准备撬几片鳞甲下来，刚动手还没撬起来了呢，他就甩尾巴了。陈凡沉默了许久后，才偏头望向吞天鳄：“你同意了？”吞天鳄晃了晃身子，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紧接着又摇了摇头。